我们昨天去了哪里？奇美博物馆。我们去干嘛？我们去看了拉斐尔到梵谷的真迹，英国国家艺廊来展的东西。然后我们看完之后做什么事情？以看完的美术品为灵感画了图。然后我们就先回到看展当天，请看 VCR。从拉斐尔到梵谷。换你们从拉斐尔到梵谷。对啊。英国国家艺廊就是常展。住台湾最悲伤的事情就是我们只能等200年一次大师真迹。端庄大人。端庄在哪里？稳重在哪里？有声音吗？有声音，你不要把那个吃掉。我想讲不出什么太深奥的话，但总之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压力。那我不要看你。因为在西方世界，艺术就是比较有名，然后比较丰富一点，所以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些真迹，是以前没有过的体验。因为就算是在台湾有一些艺术展，可是那些毕竟不是就是我们很常学到的，像是文艺复兴时期或者是什么印象派之类的那些画作，所以这次可以近距离看到，就是很酷。我觉得有那种就是你亲自看到一幅很有历史感，然后有很多细节的画在你面前的感觉，那个尤其是比较大幅的画，有一点点的震撼。你有最喜欢的画吗？红衣男孩。我一开始的感想只有那个人长得很可爱而已，然后红色很好看。可是听你们在讨论之后，我发现就是像你说的，那个男生就通常被画的都好像会有一点拘谨，可是那个人被画出来的样子就是很自在，有一种他天生的气质就是那样，然后再加上那个画的大小挂在那边，有一种天然的威严。说什么？这个展的感想？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应该是那个吧，就我们看到了很多真迹。看完这个展之后，会让我想要去更了解这个展里面，就我们有看到的画，或者是那一些画家这样子。但是，就是看的过程中，常常会有一种你要一直不断的提醒自己，等等，是真迹耶。是真迹耶，这是真的耶，这幅画在好几百年前画的耶，那种感觉。不知道，我觉得展场也许可以规划的让一些比较小的画作可以感觉更有冲击力一点。最喜欢的画应该是那个吧，那个被抓走的那一个，构图很动态吗？而且因为它是原本是一个八角形的画，我就觉得等一下八角形的画炫啊，差不多就是这样。就我觉得去看画的时候，果然是得先提前了解一点历史的知识会比较好。就是如果你只是单纯去一个画展，然后你完全不知道当时的历史是怎么样，你可能就只是看一看就过，然后就只是看着他的那个画图的介绍。但是如果你有先提前了解一些当时的，比如说文艺复兴为什么会发展起来，看画的感觉会比较多。我觉得这个展可以分2个地方，就一个是画本身，另外一个是展览的部分。我觉得画很赞，不是平常在奇美博物馆或其他美术馆可以看到的东西。可是因为如果这是奇美很大的一个展览，很盛大的一个，然后又很有话题性，然后动线安排可以再更好一点，打光的部分也是。然后我自己最喜欢的画应该也是红衣男孩。我觉得红衣男孩有那种看到很喜欢的画的时候，会觉得有被震撼到，这幅画有气场的感觉。这一幅画是那个透纳的海洛和利安德的离别的其中一个部分。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海很漂亮，所以就试着模仿了一下，效果比我想象中的还好，只是我可能要找一个那个纹理更相似一点的笔刷。就是因为我看到这幅伯爵夫人的小想画，它上面红色裙摆的光线和色泽做得很好，然后再加上那幅红色男孩的他的衣服的红色也很鲜明，所以我想试试看把那个效果给画出来。我的想法是，如果红衣男孩他不是红衣男孩的话，他会是什么样？刚成熟的果实的那种感觉，那其实就是这样子。我要去吃牛排了，你要带我去吗？反正天气好就太棒了。